今天呢，我们的课程内容呢是分享一个中长发的修剪方式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模特呢，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长的头发，然后发量会特别的多。然后她的需求呢是不想剪很短，大概到胸口这样的一个长度啊。那通常我们在工作当中，这种长发的话变化是比较少的，可能大家剪的都比较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保留长度的同时呢，加一点设计感在前面，也就是说在前面会加一个边缘层次，这样，所以呢会剪一个由短到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最终呢会在内部呢加入一些布连接，因为中长发的话，如果我只是定一个底线，在上面剪一些层次的话，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普通啊，所以呢布连接技巧呢我们也可以运用到中长发里面。好，大概的长度呢和轮廓啊，已经有一个印象啊，长度在胸口啊，然后两边的层次会比较大一点。像这样的比较厚的头发呢，我们在内部呢可以做一些布连接，让它看起来更有动感啊，更有空间。同时呢也会去掉它的一些发量。今天呢会用到前后的这样的布连接的方式，所以我第一个发片呢，第一个分区会在前面大概2个指位的宽度分一个分区。分到耳上点的位置，这个分区呢会有一点跟随头型，平行发际线的一个形状，稍微的有一点弧度。因为呢，我们每个人的发际线它的高低不一样啊，有的人退化点比较高，如果你直接斜向后的话，这个位置就没有头发可剪。第一个分区大概是这样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会用同样的方式，我们第一个分区呢大概2个指位的宽度，2到3指位，第二个分区继续这样的一个宽度，然后我们再从后面再继续做布连接，也就是说整个头发呢剪完都是布连接的一个内部结构。当然我们运用的都是隐藏式布连接，也就是说我剪完之后这个发型看不出来是有任何断层的，啊，只是在内部会有一些断层的结构。好，第一个发片呢，我先找到它的平时的一个头路啊，如果它中分的话呢，我们就先找到它的中分线，然后呢在中间取这个发片。好，第一个发片呢，我要先确定今天我要剪的长度啊。那首先呢，我要确保呢这条线放下来之后它是有一定长度的，因为你有长度才可以分开啊。如果你要是剪得很短的，最终放下来就是一个圆刘海啊。所以呢，我的长度设定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第一个发片呢，我需要它的长度大概落下来到嘴角这样的一个长度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要先参考一下。然后呢，我的发片角度呢，垂直头皮拉出来，这样。好，先看一眼你要的长度，然后呢再下刀。这一片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先看一下放下来的效果，它的长度到哪里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大概是嘴角的一个长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用这一片头发做引导线，我将头发拉到另外一个方向。为什么要拉的比较多呢？因为我需要底下头发放得更长。如果我还是拉到1点的话，底下就没有那么长。这个取决于你要底下的长度。
好，我拉到另一侧啊，这个根据要的长度选择拉法片的位置啊，你可以拉到更多，越多保留的越长。好，全部拉到这里边。用第一片头发做引导线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样剪完之后呢，我两边的一个长度会保留到它最长的一个状态。如果今天我需要它底下更长，我的发片可以拉到更多另一个方向。好，另一边。同样的方式。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效果，所以这样剪完的这种边沿层次的话，会比较均匀，比较薄。最终呢，我们剪完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外线呢再稍微的做一个调整。再剪掉一点点，底下依然是同样的长度。好，这第一个区域呢，我们修剪结束了。好，既去掉了发量啊，把前面的层次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又保留了下面的一个长度。好，第二个分区继续大概2到3个指位啊，这个可以根据头发的薄厚或者头型的大小来取决于你分区的宽窄。好，后边呢我们就分到耳后点就可以了。这个其实耳前耳后是没有关系，正常找到头顶2到3个指位的宽度。因为今天呢，我们模特的这个头围也是有点偏大的，所以呢，我的分区大概都是3个指位，会相对宽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呢，看一下这个分区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在头顶重新设定引导线，因为我们当剪布连接的时候呢，你的长度设定非常关键。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引导线给你，但是呢，会有一个长度的参考。好，这一区呢，我同样是垂直头皮这样拉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会看一下我刚刚剪过的头发，上一个区是这样的一个长度，那第二个区的我的长度大概要比它多一个3厘米的一个长度。那为什么要长这样的一个长度呢？因为如果你完全跟它剪一样的长度，落下来之后会特别的薄。我现在大概3公分的一个长度之后呢，放下来呢，它会包住前面这一个区块。之后呢，它2个区块中间产生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们每做一步都是有目的的。好，第一个发片 ，OK。第二片继续跟上一个区一样的方式，把它拉到另外一个方向。
来保留底下的长度。好，这边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刚好呢，后面这个区块包住了刚刚剪短的这个区块啊，但程式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另一边。这个非常好理解啊。同时呢，它是一种简化的方式啊。之后呢，我们还会用同样的方法呢去做一些延伸和改变。不同的长度都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好，再看一下这边的效果。所以这个边缘的一个结构呢，是非常的流畅和均匀的。如果呢，通常按我们平时的这种剪法这样剪的话，剪完会特别的厚重啊，特别是像它这种发量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后边。那接下来呢，会考虑到它的一个长度的需求啊。今天呢，会帮它剪到一个胸口的长度，所以大概也就是它前面的长度。所以呢，后边我会先定它的一个外线。好，我先来制定一条外线。来看一下这个长度到前面什么位置。因为现在它的头发呢，很明显，发根的位置呢非常的厚重，发尾比较薄。我再稍微剪掉一点。然后跟随头型，剪一个圆形的轮廓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来放到前面看一下这个长度。好，另外一边同样的方式。好，抬头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我大概的一个长度设定。在之后呢，因为前面现在的头发呢，我们分了2个分区，做了一个不连接的一个结构。那后面呢，同样的方式啊。我从后面开始，第一个分区呢，我在枕骨的位置。
把它上下分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区块里面呢，我将头发拉高。拉高之后呢，我来去大概3厘米的一个长度。当然呢，在这个区块里边呢，我只要不破坏外线，那你剪的越多，外线会越薄。这样的目的是让前后的发尾都是比较薄的一个状态，质感是均匀的。否则的话，后面会很整齐，前面会非常的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将头发大概拉到垂直地面的一个状态，剪方形的切口啊，因为两边呢不要剪太多，发际线是高的地方。好，抬头。第二个分区，继续，大概在枕骨到头顶一半的位置。好，继续呢，再来拉高。好，大概还是3厘米的长度。两个外线重叠。好，继续。还是同样，我们将头发呢剪一个方形的切口，两边基本剪不到，因为两边的头发的发际线比较高。好，到了第3个分区。如果呢你需要表面这个层的头发是完全是没有层次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剪了。第3个分区。如果你想稍微有一点点层次的话，第3个分区同样，我们拉起来之后呢，可以在头顶呢去一个角，这样垂直头皮拉出来。好，另一边。这个分区呢，剪不到就不剪了啊。这个也相当于在头顶只是磨了个角而已。你剪得多，层次就高一点，没有绝对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这个发型的结构就剪好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内部空间啊。我们第1层呢和第2层它是有一个长度的差距。第2层和第3层依然有长度的差距啊，比较多，因为这是后取的头发。然后后边呢，同样我们拉出来看一下，它也是会有长度上的落差啊，整个都是阶梯状的，1、2、3、4、5个分区都是不连接的，但最终呈现出来呢，你是看不到它有任何的不连接啊，这个就是隐藏式不连接的效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会把它吹风。
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吹风结束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吹干的一个效果。好，吹干之后呢，我第一步呢，先做点剪，就是说把它原来的这个分区呢，还原切口，再把它找到。在点剪的过程当中呢，顺便去精修。这个分区呢，我们把头发向上一拨，它自己就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刚刚我怎么样剪的，我要怎么样去点剪它，精修一下。通常的底下就不用点了，因为它会很薄了已经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区。好，同样的方式做点剪。因为现在呢，两边的轮廓线呢是第二层长包住那第一层的短，长包短，所以这个非常均匀，看起来。好，不要太多啊，太多了呢，我们就等于去掉长度。好，第三个分区。第三个分区呢，我觉得还是有点长，所以我可以再去掉一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前后的边线质感就是相同的，因为之前呢我们在剪结构的时候，后面也是加入了不连接的，然后同样要点剪。好，另一边。只要还原切口点剪就可以了。让它这个边线是均匀的。好，看一下，非常均匀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是头顶区。好，这样的一个效果。
后区呢，我想就已经不用点剪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尾已经是很薄的状态，都是我们在内部结构啊，已经把发尾的量拿得很均匀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稍微用一点点牙剪，因为他的头发实在是发量太多了，稍微用一点牙剪，在他刘海区或者前侧区。稍微用一点去除的调料。好，这个牙剪呢，就是我们的下刀切口是去除的就好了。因为呢，我的下发量特别少啊，牙剪呢，无痕牙剪下发量要少一点。10%的一个下发量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微调。好，再看一下后面的区域，发尾已经很均匀的状态啊，不需要再调了。如果觉得发量多的话呢，我还是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牙剪的去量啊，这个因人而异了。他的头发是比较算特殊多的发质，通常我们不需要。无痕牙剪啊，稍微的去点量，这个什么都不影响。好，这个头发呢，我们加入了不连接呢，它就会很有空间感啊，也很有动感。所以呢，整个结构呢，到处都是断层的不连接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是看不到的。那同时呢，它扎发也是不影响啊。如果呢，生活中它打理的方式呢，可以扎头的话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前边会有一点这个八字的刘海。好，我擦一点造型品，这就是一个发蜡加精油的，抹上去看起来质感好一点啊，它没有造型效果。这种方式呢，可能性是很多的啊，是比较有启发的剪发方式。那至于结果呢，只是今天的一个结果而已。大家可以通过想象啊，它可以剪出更多的不一样的结果。这个不连接的空间就是当头发摆动的时候，它很有这个空间感啊，它和你调亮的这些质感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稍微擦了点精油。好，整个发型呢，修剪的方式很快啊，后边的我都没有做点剪。基本上吹干，我们点点剪就剪好了。在中长发里面呢，这样的剪裁呢，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特别的效果。包括你也可以剪刘海啊、中发，甚至波波头前面这个轮廓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剪。
那今天是一个中分的状态，如果这个方式呢，剪刘海是很好看的，刘海会更时髦一点，看起来。如果有刘海的话，同样，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个空间拉开，或者你可以把它梳成这样子，看这个边缘线就很明显了。打理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。